月播剧战绩，最冷暑假档，流量门败北，广告商跑路，数据拉胯到离谱。Hello， 我是你们的八卦小妖精小八。今年暑假档开局就败得一塌糊涂，流量轮番上阵，个个播的拉胯，直接拉成一坨。内娱的天要塌了呀！7月5日，灿如繁星野狗骨头打头阵，虞书欣带着太子陈进可的灿如繁星单扛剧，在粉丝好友10万加的云包场助力下，首日站内热度冲到7415，开播次日冲到7900，可以看出来虞书欣已经尽力了。但足球竞技、校园热血、言情悬疑题材要素过多的情况下，灿如繁星剧情过散，至今无出圈点。除了前2日有观众入场，数据一路跌破，堪比过山车。播到4集中插广告跑路，20集直接无广裸播，站内热度直到现在都没冲破8万，剧都快播完了，数据一路走低。超点播完的情况下，集均竟然只有500多，之前预测再怎么都会过1000啊！95花头部顶流的剧居然低成这样，真是始料未及。宋威龙、张静怡的野狗骨头首日云和数据并没有打过虞书欣，市场占有率仅有 6.8%， 但在剧情过关、演员有 CP 感的情况下，有观众逐步入场，走势一路上涨，最终力压灿如繁星，市占率过10%。在其他剧被炒无广萝卜时，也只有野狗骨头的广告商屹立不倒。但双流量的阵容，现有爆款机的导演班底，打过题材一般的灿如繁星在意料之中，整体数据并不算好，上星收视率别看盲吹的飞起，各种冠军，结果只有 0.3， 连王颖璐、辛云来、血扑的小芳都没打过。7月9日，孟子义带着跟何宇的百花杀加入战场，同样下血本的10万加云包场，开播首日站内热度过2万4，但口碑两极分化，短剧感的剧情、孟子义半永久的妆造都让这部剧备受争议。播到13集，广告商跑路，好在呀，热度是呈上涨趋势，成功坐稳云和首位。不过站内热度在2万8后开始横盘，播了一大半，集均堪过1000，最终集均目测会落到1500到2000中间，算是一大堆铺剧中不那么铺的了。眼看灿如繁星无爆剧希望，7月11日，侯明昊带着和零零花、艾米主演的《雀谷》下场，同为古偶题材，和百花杀对打，没想到还真能打一打。云和占比直接把野狗骨头甩在身后，虽然没有超过百花杀，但稳稳跟在身后排在第2。艾米的少女形象非常有路人缘，加上娃娃脸的侯明昊，两个人的 CP 组，内娱古偶实在太缺少年气了。但剧情存在争议，没有太出圈。雀谷站内热度一路冲破8500后开始横盘，广告商呢更是在第8集就跑路了。也不知道是谁那么损，同一平台的剧还顺势踩了一脚扑到妈都不认识的灿如繁星，好家伙，这俩人还在念相似剧组合作对戏呢。但雀谷如今不过1000的集均，就看结束后能不能落到1500啦。7月13日，王颖璐、辛云来的小芳才是真的扑到脸着地，播的无声无息，全网都看不到任何讨论。离谱的未婚先孕设定，带球找接盘侠，不落地的乡村生活，悬浮的剧情，简直是把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。这样的剧居然还上星啦，收视率还成功破了1亿。小八只能说幸好这部剧扑，要是有点流量，不知道会被吐槽成啥样。云和占比吊车尾，最终集均没过400，应该可以说是年度大扑剧了。在这些剧打得不温不火时，7月19日，张凌赫、王楚然的路透预制爆剧，这一秒过火定档，双平台广告招商直接拉满，以为能炸翻暑假档，谁能想到是烂到炸翻观众。离谱的滤镜打光，雷霆的画面剧情，短剧的拍摄手法，死板的人设台词，让这部剧开播口碑就翻车。恨得想拆虎扒皮吃了急死这样喽！云和居然能稳在第1，只能说呀，另类出圈也是一种出圈。哎呀，白瞎了男女主的颜值啊！后期的热度呢，目测应该是涨不上去。这样的口碑，双平台数据如果还能破万，像竹玉一样发大水只能说张凌赫还是太有实力了。鞠婧祎、宋威龙6月底播出的《千香》在7月播完，这部剧啊，前期剧情人设还是很新颖讨喜的，本可以靠着口碑带着新观众入场，结果中期男女主入了宗门之后，那剧情就开始套路离谱，导致热度下滑。29集后，广告商集体跑路，最终在酷的站内热度未破万，集均连1000都没有过。感觉今年的暑假档平台都摆烂了，只要剧不行，也不管剧播没播完，直接扔下一部，结果冷到一块儿了。下个月要是再不发力，暑假档都没有爆剧，后面就更难爆喽。抠脚摆烂 vs 无缝进组，资源差异怎么能大成这样？Hello， 我是谷谷，最新抠脚小表哥，好多流量生花抠脚时间都是以
100天记的。赵露思自24年底恋人杀青之后，已经580多天没进组了，剧也就播了一部《许我耀眼》，上了2个小综艺，接着闷头开演唱会。邓为去年9月风月不相关杀青之后，也有300天没进组，估计也是为了维持一下曝光率，居然接下了花少8，开启了自己的真人秀首秀。像张彬彬、景甜2搭龙骨焚香之后，双双休息260天，黄洋、甜甜补拍完《冰湖重生》，直到剧全部的播完都没进组。胡一天去年年底拍完《天才女友》，到现在也已经抠脚250多天了。刘亦菲和王一博依旧决战抠脚摆烂表格之巅。刘亦菲自《玫瑰的故事》之后，快1000天没进组了，竟然是旺季淡季都不上班的。但就算摆成这样，这些流量生花都还有饼愿意溜。刘亦菲有酷的 S 加权谋轻剧《浅雪》在溜女主，赵露思也有一部双女主上戏，要多美丽就多美丽。邓为的《百妖谱》，胡一天的《天行九歌》，宋威龙更是在《野狗骨头》播出之后，终于结束了长达9个月的抠脚，剃头等待他的转型正剧《刑警荣耀》。相比之下，刘昊然、陈潇这种开始公开求工作的，是真的快闲到长蘑菇了。但就算这样，横店还是有一大批无缝进组的劳模们，1年半里劳模们人均进组30周，基本都是头部和各家太子太女。孟子义感觉应该是在横店买房了，截止今年6月，已经在横店狂战了58周，拍完你的拍你的，百花杀上公主将门毒后一点没停，上个月还和丁禹兮官宣了 S 加现偶《爱在无尽下》，一杀青就能直接无缝进组，中间还抽空录了个跑男，桃花坞2个综艺，还配合了百花杀的宣发，和太女根本不怕寒的。王楚然也是长达51周，季语甚至还比孟子义多一步，但成何体统和这一秒熄火，除了路透疯狂肯定了她的美貌之外，感觉也属于无效打工。不过有钱挣就行。李云睿的45周大部分白干，九重子火后播一部扑一部，一番最高集均1200不到，冰湖重生双平台集均走势只有500，但这也不影响人家继续进组归良辰，看来资本还是没铺够呀。就看和孟子义的上公主，也不知道能挽回多少云牵梦绕 CP 粉。李一桐和张凌赫更是众星资源的活字招牌，李一桐出道9年，主演超22部女主剧，基本全年无缝进组。去年年初到今年6月，也是在横店待了42周，大 IP 大制作接着拍。王一曲操刀的《古月风华录》和陈星旭刚刚杀青的金枝，也是鹅的 S 加古偶，还是新的爆款王曾庆杰执导，就是真的体寒。张凌赫在横店41周拍的3部，足以爆了，把自己爆改成粉底液将军，这一秒过火变蓝魔军阀，不知道归鸾能不能正常播出，但营销已经买了一打又一打，就怕它没水花。网传大饼还有漫改剧《杀死是令我》和柠檬的赤糖，背靠大树就是好呀，戏再烂都有的拍。侯明昊40周4部古偶，流水线一般的产出，还抽空去歌手展现了一下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可惜遗憾离场。入青云、域名茶谷、雀谷一部接一部的播，不知道碧血残能不能靠悬疑武侠扳回一城。出组之后也是无缝开始开巡演，在事隔2期艺人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怪坚定的。丁禹兮在横店的37周倒也不算白干，蓝布档案真的给他吸到了粉，演唱会开票秒空，吸到粉之后商务资源也跟着涨了不少。和孟子义合作的《爱在无尽下》还没开播就已经攒了一波热度，只要曝光得当，根本不用愁没公开。影视寒冬大环境下，资源这块真的是旱的旱死，捞的捞死，要么背靠大树好乘凉，要么自身流量硬，不然只能在漫长的抠脚中偃旗息鼓了。